大家好，我是龚一鸣，又见面了。这个系列是关于开源的 AI 物体扫描系统。经历了上次的失败，我们先来总结一下那些方法用不上的原因。我们已经知道了 Dino V2 的特征是 Patch 级别的，分辨率低得不得了，不足以匹配。而那些 Upsample 的方法设计的目的都是用来做图片分割或者深度估计，它们的作用都是在 Upsample 之后用于区分一个 pixel 的特征和周围是否有区别。至于图片之间能否保持一致，它们不管。我们要的偏偏就是图之间匹配，所以 Upsample 不适用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换条路，看看用于匹配的特征提取。我知道 Roma 那样的 Dense Matching 的方法甚至可以做 Subpixel 级别的匹配，还有不用检测关键点直接匹配的方法，但这些不一定适合我们这种输入稀疏、对速度要求高的情况。顺着 Dino 的思路，找到的第一个方法叫做 Dino VO， 它提出了一个关键点检测的方法，同时用 Dino 得到 Patch Token， 再用一个小的 CNN 去做 Upsample， 得到关键点的特征向量，最后完成匹配。看着是 OK 啊，但是到写稿的时候它只有 paper， 没有公开代码，没有预训练的模型，连试都没法试。继续搜就看到 OmniGlue， 它也是从特征提取到匹配全套都有。问题是这既有 TensorFlow 又有 PyTorch 的，只怕显存占不满，这样的代码不值得去探索。那再拓宽一下思路，不再盯着 Dino， 这就搜到了 Didodi。 这个工作的特点是关键点检测和特征向量提取是分开的，可以和别的方法进行组合，但这其实根本没什么的。上一期我们也提到了用 Sift 里的 Doc 检测关键点，用 Dino V2 提取特征向量，这两者本来就该是分开的，这也可以作为卖点。另外 Didodi 也提供了一个简单但有效的匹配方法，叫做 DualSoftMax， 其实就是互为最近邻的一种近似，每个点都在特征向量空间里有个最近邻列表。如果两个点在对方的最近邻列表里都排名靠前，就表示这两个点是匹配的。离线试了一下，会超过 12G 显存，能找到比 Sift 更多关键点。集成之后发现，在每张图限制在2万个关键点的情况下，如果还用 Cascade Hashing， 只能找到3237个匹配对儿，几何过滤后152对儿，但无法生成有效点云。如果也用 DualSoftMax， 就能检测到11万匹配对儿，经过几何过滤之后还有48000。SFM 的点云包含24000个点，继续往下跑，能完成重建。虽然结果很糟，但能跑出来。这是这段时间以来第一次成功，不容易啊。所以看来匹配算法更重要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先看看这个？就和我以前说的一样，替换流水线最好从后往前换。好了，那就来看看匹配。在 OmniGlue 里提到了 LightGlue， 老跟它比，那就来看看这个。LightGlue 主打的就是速度快，号称能以光速找到足够多的匹配对儿，而且它能匹配来自于不同特征提取的结果，每一种来源对应于一个预训练模型，包括 Sift。Chronia 里的修改版甚至还支持 Didodi， 这不正是我们想要的吗？只改匹配，还暂时用 Sift。 好，拿2张图把5种特征提取都试一遍。原 paper 数据集的图片分辨率只有 1024×1024， 只有2048个关键点，又是玩具场景。对于我们这种 4K 分辨率2万个关键点的情况下， SuperPoint 最快，而且能找到的匹配对最多。 Disk 和 Liked 报显存，改代码让它们进入 Float 16的话， Disk 还是报显存， Liked 能跑了，匹配对少一些。Sift 和 DocHarnett 速度和匹配对都进一步下降。不过既然能用，就继续看看。集成到系统里，完蛋，能找到的匹配对少得可怜。这什么情况啊？都是 Sift， 怎么还能有区别呢？这时候不要退却，继续往前拱。OpenMVG 实际上提供了2个 Sift，
默认的是 OpenMVG 自己实现的，另一个是第三方的 VLFit， 有 license 限制。而 LightGlue 是用 CoreMap 里的 Swift 训练的，兼容于 OpenCV 的 Swift， 而 CoreMap 的 Swift 后端就是 VLFit， 这就有点希望了。临时换成 VLFit 试试，果然就行了，而且全面超越基准线。那就奇怪了， OpenMVG 的 Swift 和 VLFit 到底有什么区别？为什么一个能用一个不能用？进一步搜索，在 CoreMap 里看到了这个 Swift 的结果虽然都是128维，但有两种顺序，每8个为一组。VLFit 和 UBC 的是个对调的形式。那我们把 OpenMVG 的 Swift 向量顺序调一下如何？这么一试，果然成功了。我们第一次有了 Swift 配合基于学习的匹配方法，而且超越了基准线。究其原因 ，Cascade Hashing 只是把向量的每个维度拿去算相似度，不在乎维度的顺序。但 LightGlue 是个神经网络，每个维度的顺序是有要求的。虽然能跑了，但速度呢？原先 Swift 提取特征要5秒 ，Cascade Hashing 找匹配要2秒，几何过滤极快，点云重建要17秒。虽然 LightGlue 说自己很快，但一测要1分钟，比 Cascade Hashing 慢了30倍，30倍啊！这根本没法用嘛。但还是那句话，不要退却，继续往前拱。既然我们知道 SilverPoint 更快，那就用它来试试。SilverPoint 需要设置最大关键点数量，默认只有2048，我们设置成4096看看。特征提取6秒，匹配3秒，都不如原先，但是因为匹配对少了，点云重建变快很多，只要8秒。即便数字上看并没有基准线好，但重建结果几乎一样，一来一回快了9秒左右，这好啊！我们第一回得到了结果相同、速度更快的方法。比较一下前后，用了 SilverPoint 4096个点的话 ，SFM 生成的点云集中在我们感兴趣的区域，也就是说浪费变少了，这才是关键。同时我也试了2048和6144的情况，都因为噪声大，重建质量并不稳定，以后再来解决。这还没完，这里的 SilverPoint 来自于 Magic Leap。License 限制在研究，实际上有人根据他们的 paper 实现了一个 MIT license 的版本，都是 SilverPoint， 能有什么坏心眼？结果一换，完了 ，LightGlue 又找不到匹配对了，也就是完全没有泛化能力，同算法的不同实现都不能通用。有人也遇到了这个问题，结论是需要重新训练一个 LightGlue 的模型，但目前还没有进展。没办法。暂时只能先用着这个，随时等着换掉。折腾这么大一圈，试了那么多方法，好歹让我们找到了一个能比原先更快的。虽然不是我们预期的那种方式，现在的 AI 界啊，都只和基于学习的方法比较，有意回避传统方法。其实很多时候根本比不过。比如 LightGlue 这个图，看着速度和精度都挺好，但其他几个方法都是基于学习的。这里的统计也只是配合着 SilverPoint， 要是用 Swift， 那大概在这里。要是把 Cascade Hashing 也画到图里，大概是这样。看出来优劣了吧？只有放在真实场景里比较，才能发现这种自娱自乐的情况。先这样，下一期继续改进，欢迎继续收看，再见。I'm so happy, 'cause today I found my friends.